这是我第一次来日本，这同样也是林总第一次来日本冲厕绳。就是我们本来想着第一次来日本怎么着也应该是在大城市里面游走一圈，对吧？但是当这个男人出现之后 ，Hello， 一切都变了。我们才刚降落4个小时，就被拉到这种地方来。我们在哪里啊，林子？我们现在在日本的长野县。这里是北阿尔卑斯山脉。八方尾根。我们今天晚上要去到八方池，在那边扎建我们的营地，然后才能安全的迎来明天早上的日出，看到绝美的这个雪山日出。就是这个雪深到什么地步？它有1.82米深，上面还会更深呢，还有更深。对对，我和林斯认识7年，他一直和我说，爬山是一件超级自由的运动。这一次我们总算可以一起拍视频，一方面是想给各位看看 Lynx 的幕后，还有他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另一方面，我真的很想体验一下，所以这个感觉，你怎么说？而且这次我们还带上了另外一位好朋友。哦，对，确实，14360 Ace Pro 2，耶！李思维给我们找上了我们的好伙伴，他们支持了我们这次项目，所以非常带劲。我们就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去了一趟系列日本篇。爬雪山要从这里爬到上面那个看不见终点的地方，0下10度。我们开始吧。这次我们要爬的雪山叫做唐松岳，海拔不到2700米。那对大部分攀登者来说，这是一座入门级的雪山；对 Lynx 来说，它更是这里的常客。Lynx 在日本待了近10年，在大学里系统学了摄影，早期做了许多有关胶片、旅行还有相机评测的内容。而真正让我觉得敬佩的是 Lynx 只凭借1-2个人就能做到探索世界，一边攀登高山险境，一边还能拍下震撼人心的照片，还有视频。我真的很好奇他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于是我们约定一定要一起爬一次山。开场嘻嘻哈哈的我们，其实并没有想到半个小时之后，我们会在这座雪山之上面临生与死的抉择。这并不是开玩笑。大家不要动，原地不要动。李思维，眼睛全部结冰了，我什么都看不见，根本走不了。也正是雪山上的遭遇，才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在上山的2天前 ，Lynx 一直叮嘱我们做的准备，到底是为了什么？这边日本的语音是怎么用来着？它这个导航国内呢的这个车呢，它叫你好小沃嘛，然后这边装的是谷歌的系统，正常来叫 Hey Google， 说明你的发音不够标准，这里是在日本，你要说它听不出来。Hey Google， 什么东西啊？它这样才能认出来？对，你要说 Hey Google， 这是日式英语。那外国人来这里，比如说美国人、英国人，他们听得懂日本人说的英语吗？应该比较难。那这个英语到底是说给谁听的呢？所以这个就比较尴尬了。比如说 boyfriend， boys friend，boys friend，girls friend， 这不是日语吗 ？girlfriend，girls friend，girls friend，girls friend。假如我就故意把口音调成这样，他就能听懂我在说什么。能。我用标准的，比如说 storm cool，st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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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然后这就听懂了。对，这种就可以了。你平时在街上拍或者拍这种东西，你会有这种说话羞耻吗？我已经没有了，我们都干了这么多年了，确实早就不会了。其实很多朋友会有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能够在街上能够有胆子拿着相机录了？答案就是你这样干2年以后、3年以后，你就没所谓了。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录自我介绍在家里录，对着这样相机录了3个小时，录了2分钟的自我介绍。如果说你发现你自己要对着镜头录好几个小时，不要奇怪，我以前也是这样 ，Link 也是这样。我拍液压机视频也是这样的。你会在液压机前面犹豫很久去按下这个按钮。我那5分钟的视频基本上有个1-2个小时的素材呢。是的。咱们现在来到了神保町，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个店，它其实很牛的，小到一般普通登山，再到攀冰，在这边。然后再到高海拔攀登，都会有相应的经验，帮你定制，甚至包括说用绳索啊之类的。然后我带你们看，你们这次要用到的鞋，就是这种。这是什么鞋啊？就是冬季高山攀登用的鞋，它里面是有那种保暖材料的，就是防止你的脚不会被冻伤，水也不会进去。对，完全防水。但这个鞋价格要4,000多块钱，
但是很必要，因为我之前用一个小的鞋，它没有保暖的材料，然后又比较紧，导致我那个脚趾头被冻伤1个半月，就是没有恢复知觉。现在那个神经还有一点点问题，而且我那是轻度冻伤，你在深度冻伤的话可能会很危险。截肢。所以说鞋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OK。Lynx 从1个月前开始就给我们列了详细的登山清单，我们也是这一次才知道，原来登山真的就像 Lynx 在视频里面说的那样，你需要准备好各种各样的东西，不然你的危险性会成倍的上升，一不小心付出的就是生命的代价。早期的 Lynx 也曾用过极其简陋的装备，或者因为装备不当受过伤，但是他是真的热爱爬山。那也正如他视频里说的那样，到最后你会发现，登山最难的往往确实就是经济条件。他自己也是一点点的做视频，慢慢获得了更多的商业机会，然后再做到一点点升级打怪，把他的装备给积攒了起来。因为他对设备已经有了比较深的理解，所以我们相对来说少走了很多弯路。采购完这一批装备，我们又驱车4小时前往了长野，打算先住在山脚之下。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凌晨12点，Lynx 说这一晚还远远没有结束。Lynx 现在就开始教我们怎么样收东西，我已经知道这个包里面收东西还是有讲究的。这个包里东西有点太多。先把这个防潮垫压在底下，放在最底部，然后呢再把这个睡袋带进去，然后这是睡袋，下面是防潮垫，气罐放在这里面。汤我给你们一人拿了一个，注意一下空间的利用。没问题。大羽绒服，然后这个小朋友固定在包上。注意，今天晚上把东西收拾好的好处是明天早上可以稍微安心的睡觉。原来登山要准备这么多东西，我真的第一次才知道。我本来以为登山装备就是把所有东西塞进包里面，像是春游一样，但是我发现 Lynx 说的是所有东西连放都有顺序，怎么折、怎么装、先装什么、怎么叠，它都事无巨细。说真的，当时我站在那里，什么忙也帮不上，真的很局促。但是 Lynx 的言传身教还是让我快速掌握了很多登山知识。雪山气温变化会很大，保暖和补给是最重要的。光是衣服，你就得里里外外准备6件，遵守户外3层穿衣法，通过基础、保暖、防护的3层衣物，既能够方便活动四肢，又能实现排汗和保暖。那同时 Lynx 还贴心的帮我们配了2天1夜所需要的饮食，既有快速补能的路餐，又有可以在帐篷营地里面即热的米饭还有菜汤。尽管 Lynx 已经尽力将我们的装备轻量化，但是这个背包的重量还是震惊到了我们。这个要扛到山上，你平时都背这种东西上山？哇，你这个更重啊？是吗？你是不是人类啊？李思维，你试一下，我跟你说，真不是整节目效果。你试一下，你能不能把它背到背上？你能背到背上，你都是神。你试试，你能不能背到背上？李思维，你想，你要扛这个东西上山，就是它的这个支撑点，其实不是现在这样，现在这样是在背好的话是没有问题，背好的话是背个背负系统，背起来是很舒服的。哦，很舒服的。你现在弄得和个爆裂龙龟一样。不要有压力。好，我们反正上去了就慢慢爬吧。哦，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营地做好。好，睡一个舒舒服服的觉，迎接第2天的最牛逼的北阿尔卑斯山的日出。哎呀，现在圣诞节应该没人来登山了。主要是那个缆车它没有开到最上面，大家不会来登山啊？是吗？可能白天会有人滑雪经过我们，但是晚上只会有我们在那边。这种感觉好酷哦，就是整个山。Yes， 你知道 ，Only us， 在这里现在只有独享的 moment。是的，只有我们几个人在。你喜欢爬山吗？我喜欢。这次我们出行一共有5个人，除了 Lynx， 剩下的编导王姐、摄影 Vino， 我还有林宠李思维都是第一次爬雪山，所以 Lynx 挑了一个安全系数非常高、经常有人滑雪的地方。我们原本的计划是先顺着滑雪场乘坐缆车到达1700米的山腰，接着预计花2个半小时的时间爬升400米到八方池，搭上帐篷过夜。第2天则是看情况来决定登顶，来迎接日出。那一直到正式爬山之前，天气状况其实都比较良好，我们几个也都在一个非常兴奋的状态。李思维，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你把公司的这个账全部转错，转到另外一家公司去了。好，你怎么办？李思维，人呢？怎么不见了？你看在雪山工作就这个感觉。好，你可以出来了，你再埋回就不对了。能不能？能不能？这边这个雪超级干，就它给你一种很快乐的感觉，它不像那种湿雪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就干雪我发现还挺好的。对，但是呢，它有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太粉了。滑雪的人会觉得很开心，但是对于我们登山的人来说，要背着重重的这个装备、相机，你就更容易陷下去。
所以Links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什么东西来的？这个雪鞋 snowshoe， 这有什么用啊？这个就是增大你的接地面积，你穿上这个就不会陷的很厉害了。所以我们的第一步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个雪鞋先穿上，好，然后我们才可以开始我们的旅程。好呀，我们开始。等到我们穿完雪鞋开始爬山，我才发现这比我们想象的要累得多得多。我本来以为没有台阶的山爬起来应该会更轻松一点，但是发现走了50米，李思维倒了；走了100米，我也不行了。而更糟糕的是，我手上录了大半天素材的 Ace Pro 2也一不小心就被埋在了风雪之中，再也找不到踪影。不是，我说我那个 Ace Pro 掉在下面了。什么掉下面了 Ace， 好，掉哪了？这就是雪山的魅力吧！刚刚开始爬就丢了一台相机。说实话，这个难度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雪太厚了啊！但是还是有信心的。等到我丢了相机，我才明白为什么 Links 大部分登山视频里面，要么就是第一视角，要么就是固定机位，然后都是旁白来串联。只有你自己亲身经历过，才能知道登山对于体力的消耗真的太恐怖了。你几乎没有时间再去停下来专门录口播，把像 Ace Pro 2这种轻便高画质的相机固定在身上录 A-roll， 或者用全景相机跟拍，反而能让我们更专注在登山本身上面。只不过随着我们在一点点爬升，海拔升高，原本的阵风我们开始感觉到在逐渐变大，并且刮得越来越频繁。哇！大家不要动，原地不要动。哦，又倒了。手给我，手给我。首先你们一定要跟着我的脚印走，然后就是每一步走慢一点点，不要急，就是1、2、1、2就可以。咱们不急，好吧，慢慢来。我的妈耶，这个天气比我想象的差太多了。天，这也是我遇过最后的雪。大家不要担心，我们目前把露营地改在八方池山庄，近多了，已经爬了1/4了。对。现在强制喝水了，喝水。来，Tim，你转过来，我帮你拿。好，谢谢 Links 喂我水喝。其实我喝了很多鼻涕，你看我的鼻涕已经够喝了。鼻涕你补充点盐分也好，好的，喝吧。谢谢来，李思维。啊，喝了吗 ？OK， 好。水吗？喝点水，然后吃点零食。啊，你喝水，喝水。我不知道 Links 你是怎么度过一个人爬这种山的？这对你来说还是简单的山，对吧？这个山的难度不难，没有技术难度，但是这个雪增加了很多难度。它虽然说不需要什么技术，但是在这么深的雪里面走，以及斜坡还有这样的天气，对人的体能和意志是巨大的考验。这个雪打在脸上好疼。对，来把身体背过，把脸背过去，快把脸背过去。战斗，刷，冲，刷，冲！啊！拍线！即便大家的心态都很稳定 ，Links 也一直在给我们打气，但这场大风开始变得越来越强，远远超过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出发前天气预报显示，这个海拔的风速应该是8米每秒，大约能够吹动树枝，但是实际上，这个风已经几乎要把我们几个成年人给吞没，能见度也急剧下降。人明明就在几米之外，但是你却什么都看不见。每走一步，我都感觉腿上压了几百斤的东西，往前走3步就会立刻被往回吹5步。李思维用尽了所有力气把我顶起来，我再想办法把他给拉起来，一步都动不了。躲一下，躲一下。到这个时候，我们几乎只有2个选择：第一，继续往上100多米，到达八方池山庄。虽然无法在如此大的风中露营，但是也许可以背靠建筑，花2个小时挖一个雪洞进行避难。第二，就是下山。但是此时缆车已经停运，我们需要在这种雪况和妖风之下走上上千米，回到山脚之下。在快速评估之后，我们立刻决定继续向上。抓紧时间，不能再待了。看到小屋了，看到了，我们总算到了，我们看到了。李思维，你好吗？我们终于到了。正常这个路其实也不长，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难走，根本走不了。啊！看看 Links， 我也很狼狈，太狼狈了。
但是我们马上就有可以避风的地方了。总算也到了。前往八方池山庄的最后30米，风速已经超过了40米每秒，我们愣是花了1个小时也没能往前走上几步。而更糟糕的是，伴随着飓风，人的体感温度会迅速下降到零下30到40度，身上开始不断的结冰，风吹到我的脸上，真的像是刀割一样刺痛。这时候我开始后悔没有听 Lynx 把我的脸罩给戴上。编导王姐在我们后面掉了一只雪鞋，根本走不了路，所以 Lynx 决定让我们立刻往前走，他自己回去救人。好，你看您到这儿了，胜利就在眼前，近不近？马上到了。而当 Lynx 一走，风直接吹到我身上，几乎就是一种要散架的感觉。我才知道前面的阻力有这么大，是他一直在前面破风，还有破雪。所以原谅我们，到最后我们几乎耗尽了所有的体力，也没有任何能力来拍下任何素材。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 Lynx 说的，极端的天气会把一座你熟悉的山变成你完全陌生的杀人山。我们现在在这个小木屋的，你看这个上面都被埋起来了。今天的状况，天气状况真的太差了。这属于很比预期大很多的风了吧？现在你不觉得我们在考虑生存和死亡吗？是，我们就是要在这个环境下生存下来。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的装备一定没有问题啊，只是现在要找着一个更好的避风的地方让它施展开来。Lynx 给我们做了饱和式装备，都在包里面。对对对，我现在早才意识到为什么你要准备这么多东西了。对，因为这个状况比预期的风大了很多。假如没有 Lynx 带路，这真的是要命的，没有专业的人管。没有我，你们也不会遭这个罪。那也不错。但是我觉得你这样让我更重视我们以后团队上雪山这种拍摄。以后团队不要上雪山拍摄。确实，这好像是最好的办法。但是这个就是山上的时间拍的天气变得太快了。我在山下查的时候，上面根本没有显示有这么大的风。这个风的风速可以告诉你，绝对超过32米每秒。32米是什么概念？是超大的风，是你看我们人都站不稳的，一点都站不稳，就是你被吹到一点都动不了。对的对的。我身上抱着一台 FX3，好，但是它已经冻得已经完全看不出它原来的面貌了。而我手上的10S Pro 2，它太屌了，它还在记录。你这时候还能给甲方做口播，我真的服了你了。我一路从山上往上背，他刚刚还不小心从台阶上摔下去了。我们已经爬了2个多小时。这种情况之下，能够记录我们的只有 Ace Pro， 我 iPhone 打不开了，我这个 FX3 坏了，只有 Ace Pro 2。哇，你错了，是吗？除了这辆 Ace Pro 2，还有 Insta360 公司还生产全景相机，还有 X4， 记录下了很多不一样的视角。快点给我铲吧，这要命的事情还在口播。产照，我来了。虽说铲雪的过程中大家一直苦中作乐，但是情况是真的不容乐观。尤其是 Lynx， 因为一直帮我们破风救人，往返台阶搬运背包，他已经出现了轻微的失温情况。但他仍然关注着周围的状态。我们看到一门之隔的木小屋里面居然一直亮着灯，这种木小屋通常就是给登山者歇脚和住宿的地方，只是很不凑巧，因为赶上圣诞节，这个小屋理论上要4-5天之后才会开门营业。但是 Lynx 还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打了一个电话想碰碰运气。没有想到的是，居然真的有人接听了电话，而这个房子里边居然真的出现了一位守夜人。里面有人，里面有人吗？はい、こんにちは。じゃあ掘り出したらドア開けれ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じゃあ掘りま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助かります。助けて。有活路了，有活路了。门给铲出来。这真的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现在挖门，我真的特别对不起你们，给你们造成的这样的体验。没有吧？我觉得很带劲，我甚至有点喜欢。你发现是我最担心是吗？你们不怕死吗？还好吧。拜托，这真的会死人的。如果说我们找不到一个好的地方的话，10分真的会死人的。是吗？我体验过10分的感觉，但是这真的是奇迹。这反正是我人生中比较激进的一个体验。等到大家都进了小屋
所有人才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你这个胡子太高了，怎么了 Merry Christmas！ 圣诞老人，我现在是多狼狈的样子，上来怎么比也比不过这位，真比都比不过这位，这位 lady。我刚刚的鼻涕结了一个大雪球。庆幸我们能够找到这么一个小屋，还在营业。真的能找到已经超级不容易了，这真的是劫后余生了。热腾腾的晚饭，明亮的灯光，柔软的被褥，甚至还有热水和浴缸。尽管因为还没有开业，这里的物资并不齐全，但在这个暴风雪肆虐的平安夜里面，这个温暖的小屋和它的主人 Nomura桑还是接待了我们。从交谈中，我们得知 Nomura桑除了在经营这个木小屋之外，其实也是一位有着10几年经验的登山爱好者。私もともと住んでるのが神奈川、最初は神奈川の山を登ってて、でそれから日本の百名山ってわかる、あれをまあぼちぼち登ってたね。像今天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今日の状況は危険ですかって。いや今日はもうとっても危険。非常危险。非常危险。じゃあトップクラスの危険ですね。そうだね。私ここに勤めて、去年と今年まだ1週間ぐらいだけど、一番ひどい。连 Nomura桑都没有见过这座雪山如此可怕的样子。但是当我们问到一个人待在这样的小屋里面会不会孤独，他却表示能够一边工作一边登山的生活，他自己感到很满足。登山っていうのは生活に必要なものではないからさ、趣味、遊びなわけじゃない。だからその面倒くさいっていうのを楽しむ。だから好きじゃない人には難しいかもね。じゃあ好きになったら理解できるんですね。そうだね。もしお金とかの制限もないだったら、どこの山が一番登りたいですか？やっぱエベレストとかって言いたいところだけども、山を知ってるだけに気軽にこの挑戦していい山じゃないなって思うから、とりあえずは日本にあるその百名山、全部登ってみたいなと思う。Nomura桑说他以后还会想挑战更多的山，于是我们想到也许送他一套 Ace Pro 2，能够帮助他更好的记录自己登山的旅途。这些大量的视频素材也可以通过后期 Ace Pro 2的 AI 高光功能快速整理出来一个粗简的时间线，所以新人上手 Vlog 也非常的便捷。もうこれはぴったり自撮りができる。スノボやる時も登山の時もディスプレイを曲がって自分を見るとか。いやこれがすごい便利だね。すごい便利です。希望他喜欢。现在我们好多了，我们在这边泡了一下，就是洗头了都。对，它这里有个浴室，它是个很小的浴缸，但是超级棒。真的，一般那种普通酒店里面也不过如此哦。对，就是一下子就把你复活了。李思维，你有什么感想？你不是要做色话 rap battle？ 那话又说回来，今天的这次经历，我相信你们两个跟我一样都有很多感慨。是的，我现在也是一名色画大师了。当然你们两个属于是色画前辈。你是色画刘德华，你是色画张学友。我跟你说吧，我是色画周杰伦，后起之秀，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要不要基于这个选题，来一篇800字的色画呢？每个人。好，你先。我们就跟 rap battle 一样，只不过放的那个音乐是 drop the beat 是那个色画的，你把歌单放出来，我们必须随机的。曲子要是随机的。我来看看李思维能不能成功。有感觉了。当弄完这，直接说什么？当弄完这一天的行程，回到酒店里，我泡了一杯咖啡，喝下之后。身体暖暖的，我回想自己这一天的经历，我得到了一些感悟。人的一生就是有些人贯穿。断了 ，damn， 忘词了 ，get out， 好难啊！我靠。Links 有选的曲子吗？你有曲子吗？你有 BGM 吗？随便来一首。对，
其实真的很神奇啊。第一次看你的视频是在我大一 Call back 大一。shout out to T 你在英国拍的 vlog 都特别，让人感觉到这种留学生活的这种热情。然后我当时立马下课我就去城市里，想去买了个麦克风开始拍 vlog。然后过了这么多年，也看到你们成长，我也在成长。然后最终能够一起来。登山，这确实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机会，我也没有想到，哇！再加上今天真的是个超级难忘的体验。你们真的震撼到我，你们的意志力，你们的这种坚持，就是如果你们不是给我这么好一个反馈的话，我可能会更加觉得自责，对，或者担忧，真的很震撼我。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在这种情况下，真的是快死了。你们那么乐观，然后再开玩笑，就是让人觉得还挺好的。所以现在我们也是过命的交情了。也们耶，谢谢小弟们，你们俩。如你所见，我们确实活下来了。理论上，我们应该和你一起准备来迎接第二天的日出，但在这里，我想稍微打乱一下时间线。我想给你先看一下，在我们安全下山之后，我们去到了 Lynx 的家里，在这个地方，也许能让你更好的了解他。所以这边就是你生活的地方了。Yes, this is my home。就是你所有的作品都在这个房间里面做出来的，就在这块地方，还有理念，对吧？有工作室。对，出去拍的时候，可能占了我们一半的时间，然后回家又占了一半的时间，大概是这样。只要你在家里面，你就在干活，还是在玩游戏，还是在做啥？看状态，我状态特别好的时候，可能快一天就能把视频剪出来，但这种情况属于极少数。但是呢，我会劳逸结合，有时候会接 Switch， 然后今天塞尔达，之前玩这个有2个月没更新，太好玩了啊！就是因为它啊，对啊，就是太好玩了。你会后悔玩游戏浪费掉的，不是浪费，花掉的时间？其实我觉得能够非常沉浸的去玩一款游戏，而且你还不知疲倦的，是一种很幸福的事情。玩游戏也是一种工作，是一种学习的这个，对吧？这就是你和小螃蟹解释的理由。他很支持我，非常支持我。我们俩就像是一个懒散型的选手，通常有了一个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呢再去找赞助商然后去完成我们想做的事情。所以一直是在完成自己的私人的一些心愿。这是我们做这些视频的初衷，然后同时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大家也能够很喜欢，这是我觉得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好，但我发现你还有个特殊技能，就是印刷，其实你也有学过对，就是不管是用胶片印还是喷印激光这些，你都会学到一些，对吧？对。你会享受把它印出来这个过程吗？非常享受。一个大学的时候，我第2天要交这个采散房的作业嘛，我会通宵去做它。就是真的是从晚上，比如说9点钟开始做到第2天早上8点钟，然后下午去学校把它交掉。也有过那种一天搞了8个小时，最终一张都没有放大出完美的这种时候，但是很享受这个过程。就是我发现和看屏幕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对，一个印刷出来还是会不一样。你会好好的端详它，好厉害啊！这是我完全不懂的这个领域。和 Lynx 接触越久，我越会觉得他是一个纯粹的人。喜欢登山、摄影、做视频，就心无旁骛的去把它们一点点做好，花几个小时来打印一张照片，花1个月、2个月的时间来为你做一期视频。特别是走进这个工作间 ，Lynx 对这里的一切都如数家珍：胶片翻拍机、做 HDR 视频的屏幕、标着对应日期的素材硬盘，甚至还有这么一幅巨幅的雪山照片，这是他的毕业作品。哇，我发现你这个也印得好漂亮，这是你的毕业作品对吧？我之前讲过。对，哈苏的这个中画幅的胶片机拍，然后把它扫描，最终输出成这么大的一个1.5米的，就是你放大你会发现有很多细节。这个其实我觉得拍照片和拍视频，就观赏他们的时候的区别吧。因为视频它是一直在动的，你的视线肯定只能注意到它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然后拍照片的话，因为它是静止放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观察到很多细节。比如说，这也是我的好朋友阿里巴巴，这是我们的登山的路线。当时我在另一边的一个山的高处，然后在上另一座山的过程中拍的这张。然后呢，你看山顶，就是对面山顶的这个牌子不放这么大，其实你可能注意不到的，根本看不到这里有个牌子。对，但是它有个牌子，对。就是照片会给你很多小细节，可能会给你惊喜。那你不会比如说有个压力，就是现在观众可能对你的期待是越来越强你要登更高的山，你还得剪更好的片子，这里会有这种压力？我觉得不会。比如说剪更好的片子，其实它也不是像数学题一样，我拿8分还是拿10分，
其实最终都是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其实我对于登更高的山没有一个明显的这种追求，我是觉得去登它的过程的这种体验，包括我中间学习到东西，认识人很有趣，我才会去登这个山。我觉得登山的乐趣就是过程，你会一步一步的成长，变成一个更强的自己。然后你回头再看，特别是当我每次下山的回头再看，我天啊，我几个小时前在这个地方吗？我现在已经站到这里了。你就发现人的力量永远比你想象的要强大。感觉到了，这次我付出了一点小小的代价，但是不好意思啊，没有，这没有吧？这我觉得还挺帅的，就是我其实挺享受这个感觉的，尤其是你最后看到那个日出的时候，那个日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要用一段比喻来描述我们和 Lynx 的话，我觉得我们像是一段动态的影像，总是想着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给大家尽可能多、尽可能新奇有趣的东西。而 Lynx 它像是一张静态的照片，它虽然没有这么多变化，但是你可以继续细细品味它画面上所有的东西，每一份感情细节你都能感受到。我很喜欢它这样的风格。虽然 Lynx 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我打心底里觉得能有这次机会真好。如果不是因为它，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有这个念头，爬到一座2000多米的雪山之上，在空无一人的雪地里，和伙伴们迎接2024年12月25日的日出。哇，这个太牛逼吧？这个太牛了！你们还没有看到外面呢。什么？快！还没有看到这边呢。来了 ，Lynx， 后边这就是日本的北阿尔卑斯山脉，完全一片白。这是阿尔卑斯山脉。对，前面是五龙岳，然后鹿岛枪岳。前面你看这个自动贩卖机很可爱，一个冬眠钟。然后背后就是我们昨天本来预定要去的路线，已经是完全一片雪白。尤其是冬天，这个特别是早晨，空气会非常纯净。昨天刚刚下完大雪，真的只有劫后余生才能看到这样的日出哦。这个日出也太漂亮了，这和正常在山下地方看完全不一样。李水，你看我们还挺强的，我们愣是从下面爬上来的。那还是坐缆车坐了，不是呀，就是从这里爬上来，这一段是我们。是的，就是你想，我们昨天就是从这个环境，在那个暴风雪里上来的。就是李思维现在陷的，你形容一下昨天是怎么陷的？昨天那你想，昨天我们会陷得更深啊！我给你展示一下李思维和我是怎么样。我们两个人，我在前面是被冲得像那个气球人一样，就这样。然后本来是这样抱姿势，然后风太大了，突然把你弄回来，然后你就这样。然后李思维在后面就说：“我把你顶回来，然后顶回来，然后就一步都动不了。然后我和他只能这样，就这样爬，一点都爬不动。”但现在李思维跟我们的境界又不一样了。他一个人非常非常安静的坐在那里，没有玩梗，也没有发疯，在静静的欣赏这个日出。我想他应该是找到了他想要的灵魂的自由。自由，李思维自由。现在我们就是让他安静一下，不要去打扰他。好，那就让我们在这边放着这个 BGM， 加上我们的航拍，来迎接这一天的日出吧。送给你。耶！Lynx 说，这次经历对他来说也像是奇迹一样，大家可以平安的全身而退，如愿看到日出，还能一起吃热乎乎的米饭，这是一种很恍惚但又美妙的感觉。哇，这个光超好的，超漂亮，超赞！哇，这个绝了。じゃあ、降ります。また会いましたら声かけます。覚えてもらえますか？我觉得任何人应该都会想和 Lynx 做朋友。Lynx 他其实了解这个世界的纷纷扰扰，如果他愿意操作，会有很多商业的机会。但是他和小螃蟹就是乐意把他们的营收再次投入下一次旅途，不计成本。和他登山给我的感觉就是，从悲观的视角来看，你有10万个理由说服自己不做这个投入产出比极低的事情，冒着丢命的风险，你登顶了又怎么样？你也不是第一个，早就有人来过了。Lynx 其实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去想这些？比谁高，比谁快，比谁厉害？这是山，这不是社会。无论走到哪个高度，是不是登顶，山都会回馈你，它会给你这份只属于你的感受。这话怎么说来着？
悲观者总是正确，乐观者正在前行。最后，非常感谢 Insta360对于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Ace Pro 2的 8K 传感器、徕卡定制镜头，帮助我们高质量记录下了旅程中最记忆深刻的画面，也只有它能够做到。便利的翻转屏取景，优秀的裸机收音，还有夜景画质，让你可以解放双手，随时随地享受运动还有生活。哦对，顺便说一句，其实可以把 Ace Pro 2像这样快速装在这个背包夹上，然后拿取都很方便，这样就不会丢了。那么我们下次再见。